说到凹造型，谁能凹得过航空发动机上面的叶片呢？你看它完美的 S 型身材，正好扭得恰到好处。前几天往返新疆，又坐了好几趟飞机。每一次登机前呢，我都会对发动机多看上几眼，确实是很着迷啊。尤其是对那些弯刀状的叶片，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就蹦了出来啊，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都要扭成这样的 S 型呢？而且越新的发动机似乎叶片也扭得越厉害，它们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说结论啊，扭成 S 型的航发叶片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发动机整体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二是可以减少叶片的振动，降低温度和噪音；三是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那么这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展开来看。当叶片以某个恒定的转速旋转起来时，由于离轴心距离的不同啊，所以叶片上每个位置的周向速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它们在旋转平面上画弧线的速度。拿离轴心最远的叶尖和离轴心最近的叶根做对比，虽然转完一圈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划过的弧线长度明显不同嘛。叶尖画了个大圆，叶根则画了个小圆。根据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出啊，叶尖的周向速度是远大于叶根的周向速度的。这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整个叶片从叶根到叶尖保持着同样一个角度，也就是同一个迎角的话，会让叶尖推出的空气远大于叶根所推出来的空气。换句话说就是啊，叶尖所受到的空气压力是远大于叶根了。这种不平衡呢，会带来很多直接的后果，比如明显的震动、巨大的噪音和快速的升温等等。更严重的话，还会造成叶片断裂。所以工程师就让叶片扭曲起来，从叶根的大迎角逐渐变成叶尖的小迎角，这样就能够让叶根即使速度慢一点，还是可以跟叶尖推出差不多的空气了。整体就实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你仔细观察一下，几乎所有的风扇叶片呢都是这样的设计。但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除了这样扭以外，还要再进一步扭成一个 S 型呢？其实是为了实现超音速。不是飞机的超音速而是叶片尖端的超音速。现代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呢，为了获得大推力，其风扇叶片的转速是比较高的。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样，即使叶根不超音速，叶尖肯定已经是超音速了。而超音速后会产生激波，激波则会带来更大的振动和阻力。怎么办呢？那就学机翼的样子嘛。你看看现代飞机，尤其是战斗机的机翼都是后掠的，就是为了把产生激波的速度极限往上升啊。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如果是个直翼，就像很多二战飞机那样的话，气流划过机翼表面的速度就跟飞机前进的速度正好相等了。这样一旦飞机的速度达到音速之后呢，激波便会立刻在机翼上产生，很不划算嘛。那如果我把机翼后掠或者前掠一下呢？飞机还是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但是来到机翼表面的气流却由于角度的产生被分到了两个方向上，垂直于机翼前缘的弦向气流和平行于机翼前沿的展向气流。既然是分解出来的，那这两者显然都会小于实际的气流速度，也就是飞机的飞行速度了。所以就可以让哪怕飞机已经超音速了，但机翼上的弦向气流还是不会超音速，于是激波的产生就被滞后了，飞机也就能够飞出更快的速度了。航发风扇上的 S 型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其往前掠的造型明显就是为了提高超音速的宽容度的，而在尾巴处又要再勾一下的目的呢，则是为了减少被离心力甩出去的空气，使它们能够尽可能的集中到发动机的中心，提供最大的效率。最后一点则跟航空发动机的类型有关了。准确点说喷气式客机用的发动机呢，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其贡献出最大推力的部分，并不是经过核心燃烧后所喷出来的空气，而是围绕着核心从旁边经过的那些被风扇吹出去的空气了。所以你看这个大风扇呢，实际上要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在中间为发动机的核心提供空气，另一个是在周围为旁路提供空气。两者的用途完全不同，因此对气流的要求也是完全不同的。进入到核心的空气，为了让后续的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机能够高效工作，必须要创造出直接气流，而进入旁路的空气则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航发风扇几乎在中间快要扭平了的另外一个原因了，为的就是在这儿让气流更直接的通过。好了，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航发风扇为什么要扭成 S 型呢？一是为了让叶尖和叶根推出的空气大致相等，
2是形成一个超音速的异形，减少激波带来的影响；3是能够让更多的直接气流流入到发动机的核心里面。你记住了吗？这个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所有美的东西呢，它必定也是美的有价值的。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一个电池能够做多大呢？这是一枚纽扣电池，这是一枚5号电池，这是一枚锂电池，还有更大的吗？汽车里面的蓄电池，以及大的你可能都有点抬不动的电动车里面的电池了。还见过更大的吗？不一定了啊。要是我告诉你一个电池可以大的像一座山，你会不会很吃惊呢？实际上，纠正一下，不是大的像座山，而是那座山本身就是一颗电池。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你绝对想不到的一些电池，以及它们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对啊，把山变成电池用来干什么呢？这个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问题说起了，那就是发电站发出来的没有用完的电是被储存了起来，还是被浪费掉了呢？其实都不算啊。正确的答案是发多少用多少，因为在电网当中，发电与供电是同步进行的。这样科学吗？我们来看看啊。一方面，发电端很多时候都是在看天吃饭，除了烧煤炭的热电站可以比较容易的根据需求来选择烧还是不烧，少烧还是多烧以外，水电站的风水期和枯水期，太阳能电站的白天和黑夜，晴天还是雨天，风力电站的刮大风还是刮小风，全都由不得人去使唤。这就造成了有的时候发电量天然就会多一些，而有的时候则会少一些。但另一方面并不意味着你发电量多的时候用电量就跟着多起来而发电量少的时候恰恰也有可能碰上一个高温天，用电量一下子就飙上去了，怎么办呢？目前的电网只能靠预先规划和动态调节来对两端做出平衡，这就是电力调度在做的事情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即便如此呢，随产随消还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那就是要么大量能够被用来生产电能的其他能源被白白浪费掉了，要么生产出来的大量多余的电能无处可去，只能被所谓的备用负荷，也就是专门用来打酱油的用电设备白白消耗掉了，多么可惜啊！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给储存起来，留到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呢？难道储存电站中多发出来的电就真那么难吗？没错，还真的不容易，主要是它们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比方说锂电池真的很好用，但要用它来储存电站里面发出来的电，先不说技术上有多麻烦，单说要用掉多少块吧，从经济上和环保上来讲都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的。比方说抽水蓄能电站，它就是将水电站的过程给反过来，用电将低处的水抽到高处，以重力势能的形式先储存在那儿，等到要用的时候呢，再让它重新流回低处，推动发电机，将重力势能再次变为电能。其实跟电池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哦，只不过我们通常理解中的电池是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储存起来而已，并且呢也没有那么大。大有错吗？难道用重力来储存电能就不能叫做电池吗？没有这个道理吗？要是继续沿着这条能量之间转化的思路往前走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储能方案。光是用重力就有好几种，除此之外呢，还有靠压缩空气来储能的，靠飞轮来储能的等等。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先说用的最多的抽水蓄能，它最早于19世纪90年代就在意大利和瑞士得到了应用，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抽水蓄能电站是当前唯一能够大规模解决电力峰谷困难的一个途径，但为什么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呢？因为尽管它有技术上成熟可靠，容量也可以做得很大等优点，可缺点也相当明显啊。首先是建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必须有合适的高低2个水库。另外呢，在抽水和发电2个过程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能量被损耗，储存效率只有大约60%到70%左右，非常不划算。还有一个缺点也跟地理条件有关，它一般都远离负荷中心，不但有输电损耗，而且当系统出现重大事故而不能工作时，它也将失去作用。你只要想想，要是手机电池不长在手机上，而是连在电线上拖在其他地方，难受吗？当然用重力来储能可不止抽水蓄能电站一种还有更直接的。有一个想法是直接在地底下挖一条垂直的深坑，不过为了降低成本呢，通常是去找那些现成的被废弃了的矿井，然后挂上高达几千吨的负重锤到井底，需要储存电能的时候就用电机把它拉到地面上来，需要释放电能的时候呢，就让它往下落，把发电机给带动起来。显然坑挖的越深，挂的负重越重，这枚电池的容量也就越大。
它的优势应该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那么多，即便是在城市里面也能够办到，只不过现在还在技术验证的阶段。还有一种利用重力的方案叫做轨道电池，这个比较形象，说白了就是把一列能够沿着轨道爬上山坡的列车当成是一枚移动的电池，列车向上爬就是在充电，让它滑下来就是在放电，原理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一个，有趣到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游乐项目，游客买票上车为发电做出贡献，这才叫真正的用爱发电嘛。好了，我们再说说别的类型啊。压缩空气储能就是利用多出来的电把空气压入地底深处的天然岩洞里面或者是山洞里面，等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再将它们释放出来推动发电机发电。说白了就是把山洞当个天然的高压气瓶。原理上也很简单啊，成本似乎也不高，可能难度最大的也就是要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了，算是有点碰运气的成分吧。而且不光是运气会出来为难你，这个时候热力学第一定律也显得不那么友好的跑出来了，因为空气压缩的时候会放热，而空气减压的时候又会吸热。要是你在一开始压缩空气的时候没有把它释放出来的热给一并储存起来的话，那么在想要把它放出来重新变回到电的时候，就要额外找点办法帮它加热了。这在早期确实是个麻烦，人们找不到储存热量的好方法，只好任由它散掉，然后在释放的时候必须烧天然气来重新加热，以免冻坏发电机。这一来一去能量损耗相当严重，这又成为限制压缩空气储能的一道坎儿。好在最近10几年呢，随着技术进步，热量能够被有效的保存和再利用了，这道坎儿也消失了，压缩空气储能看起来也就成为了一个极有希望的方向。下一个很有希望的方案是飞轮储能了，当然也可以叫做飞轮电池，它靠飞轮的加速和减速实现充电和放电。飞轮电池中有一个内置的电机，它既是电动机呢，也是发电机，在储存电能时，它作为电动机给飞轮加速，当需要电能时，它又作为发电机给外设供电。此时飞轮的转速不断下降，而当飞轮空闲运转时，整个装置则以最小的损耗运行。飞轮电池的优点是灵活性很高，飞轮机组可以制成单元形，根据需要组合成更大功率的装置，并安装在负荷附近，这样既可以根据需求逐步扩展，又可以避免输电损失。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啊，因为为了减少充放电过程中的能量损耗，主要是摩擦力的损耗啊，电机和飞轮都必须使用磁轴承，并悬浮在真空容器当中，这样才能够撑起它高达90%以上的能量储存效率。付出的代价嘛，就是高昂的制造成本啦。所以飞轮储能这块呢，未来的主要方向除了继续研发能够提高能量密度的复合材料技术和超导磁悬浮技术以外呢，就是在降低成本方面着力了。好了，我们已经说了好几种主流的储能方案了，抽水储能、深坑拉铁、轨道电池、压缩空气，还有飞轮电池，你也知道了它们的优缺点。当然除了这些呢，也还有别的，只不过相比起来呢，它们跟现实离得更远罢了。也许你会说啊，你看今天我们只是依靠电力调度，不是已经把发电和用电协调得很好了吗？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发展这些巨无霸的电池呀。是的呀，这在以前，当我们更多依赖传统能源来发电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但未来的趋势肯定是使用清洁的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等等。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储能技术，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有效利用它们的。所以看起来啊，一颗电池的大小还真的是有可能远超你的想象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一刻不停带你长知识。你很难想象啊，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1935年，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研究无线电波，希望用它来摧毁德国的飞机。但很快，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啊，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呢，瓦特就发现啊，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无线电回声延迟的长短，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于是啊，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啊，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看起来啊，它又是另外一个你千万别太当真的励志故事而已。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雷达当中的神器相控阵雷达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 F-35、歼20、苏57这类先进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吗？好，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我们先来看看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其实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挺像我们的眼睛的。首先，
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见目标，只不过呢，一个靠的是可见光，另一个靠的是无线电波。其次啊，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都是需要转头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就需要收窄视角。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天线越大，波束越窄，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但问题也就产生了，大天线它转不快啊，少一圈回来呢，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这就尴尬了。怎么办？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个解决法呢？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规则地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正弦波同时向外传播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使之加强或者减弱。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当碰在一起之后呢，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纹得到强化，而其他方向上的波纹则逐渐消失了。好，这是两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要是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这个称之为相位移动，相移。那以此类推下去，第三个又比第二个再慢一点点，第四个又慢一点，第五、第六、第 n 个都是这个规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而且更加灵活，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对了，这隐形飞机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说是隐形呢，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呢，雷达截面更小而已。它们通常靠两方面来实现的，一个就是调整外观，偏转雷达波，使其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都有明显的好处，这点看看 F117 就知道了。第二个呢，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那都是军事机密，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啊。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以及细颗粒的铁粉，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但这些涂层的缺点是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因为涂层的厚度正比于它吸收波长的能力。涂层越厚呢，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发射低频长波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必须要天线够大。你看，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所以雷达和隐形啊，就像是矛和盾的故事一样，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也在彼此的制衡。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呢，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还对美国有宙斯盾和 F-22羡慕的咬牙切齿。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阵雷达和歼20了，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北京到广州坐飞机3个多小时，上海到武汉坐高铁要4个多小时，成都到西安开车差不多10个小时。能不能再快一点呢？可以的，也许超级高铁可以帮到你。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超级高铁。什么是超级高铁？它发展到哪一步了？它真的是未来的理想交通工具吗？好，现在我们就进入主题。2012年 Elon Musk 首次提出了他关于未来超高速运输系统的构想。在最初发布的设计里，这个被装在半真空管子里面靠电磁力推动的车厢，由于干掉了影响车辆速度的2个传统因素，摩擦力和空气阻力，所以可以以接近音速的每小时1200多公里的高速行驶。掰着指头算一下，一样是上海到武汉，要是超级高铁开通了的话，只需要40分钟就够了，意味着你可以早上吃完热干面，然后准时的出现在陆家嘴跟同事们说 morning， 厉害吧？那么超级高铁靠什么让自己开得这么快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拿你喝珍珠奶茶时的状态举例，超级高铁的车厢就像是你吸进吸管里面的一粒珍珠，只不过推动它前进的力除了空气压力以外，主要是电磁的排斥力。童年幸福的宝宝一定拿2块磁铁这样玩过，那么吸管本身肯定就是超级高铁运行其中的管道了。我们都知道啊，当车厢
厢快速往前移动时，会压缩前方的空气，而聚集在管道前方的压缩空气会产生大量的阻力，使车速下降。该怎么办呢？把管道抽成真空行不行啊？看来你很机智哦。可是可以啊，但难度太大，而且还相当危险。后面我们会说到的。所以超级高铁的管道里并不是完全的真空，只不过里面的空气的确是被抽走了一大部分，然后在车厢头上装上像是飞机引擎上一样的压缩风扇，一边前进一边吸入前方的空气，把它们导向车厢后方，获得额外的推力。同时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就是将这些压缩空气吹到车厢下方，形成一个能够让车厢浮起来的气垫，这样连摩擦力也没有了，一举两得后，能跑得不快吗？当然，超级高铁还有另外的优势啊，由于完全封闭，所以完全不受天气的影响，甚至连地震也不怕，因为支撑起管道的高架桥墩都采用了弹性的抗震设计，再加上每一节的管子都是独立的一个个单元，即使坏了也能够很容易的修复和替换，所以安全性也相当的理想。最后，由于几乎没有摩擦力和阻力的影响，所以只需要很少的能量就能够推动超级高铁跑起来了，简直是清洁能源最好的用武之地啊！如果能配合马斯克自己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一起用，那就更是比翼双飞，神雕侠侣了。问题是，自打提出这个概念并丢出一份白皮书之后呢，马斯克并不像他以往那般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超级高铁的打造中去，只是每年在洛杉矶 SpaceX 总部的一条测试跑道上举办一场比赛而已。这是什么鬼啊？是给年轻人留机会，还是放个烟雾弹让竞争对手们吭哧吭哧先杀出一条血路来，然后再去收割？或许也可能只是他觉得殖民火星才是人生目标。不管怎么样啊，现在的确是有几家公司连同几个国家一起在抢着要建出第一条真正的超级高铁来了。理查德·布兰森这几年被埃隆·马斯克盖过了风头的亿万富翁，正在用自己的维珍超级高铁1号实践着马斯克的梦想。助力这个梦想的是印度和沙特，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怎么有点……总之啊，布兰登已经说服了印度联邦运输部长以坐火箭的速度升级一下自家的火车系统，在孟买和新德里之间修一条维珍超级高铁。至于完成时间嘛，就跟印度一样神秘。沙特这边呢，是希望用超级高铁来连接起它在海湾的几个主要城市，为每年穿梭期间的4500万个乘客提供1小时内到达的都市全服务。尽管已经同意使用维珍的超级高铁系统展开一系列国家级的可行性研究，并建设一条35公里长的测试轨道，但维珍在这里却有一个强劲的对手——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简称超级高铁 TT， 也计划在沙漠中央建起一条跑道，连接起迪拜到阿布扎比，全长150公里的铁路只需要15分钟就嗖的一声到达了。剩下的公司和剩下的时间表还有准备在2028年连接起欧洲的 HART， 延续了欧盟的传统啊。HART 本身也是由荷兰、波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的，希望他们不要在还没有建起之前就闹起了脱欧的矛盾。所以我们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就看到超级高铁遍地开花吗？我严重怀疑。既然超级高铁那么美好，为什么中国却显得完全无动于衷呢？日本高速铁路的发明者同样也毫无动静，为什么呢？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超级高铁的美好几乎都是在纸面上的。作为一个交通运输工具，能够既快速又经济的把乘客或者货物从 A 地运到 B 地，才能够产生出价值。而根据一份资料显示来计算，超级高铁的载客量大约是每小时1120人次。比较起来啊，空客 A320 目前最流行的载体客机每小时的载客量大约是2472人次，而我们的 CRH380AL 一次可以载客1066人。如果在高峰时刻，比如春运的话，每小时载客量能够超过12000人次，超级高铁怎么比？另外，从车辆本身来说啊，不用装在管子里面的磁悬浮本来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在越来越快，为什么还非要造个管子把它们放在里面跑呢？你真不怕大气压力发威的时候吗？最后，超级高铁告诉我们很省钱。是的，谁都知道没有了阻力，轻轻一推它就跑。但减少阻力本身它不花钱吗？谁来抽出空气，谁来让车厢浮起来，是不用开工资的奥利给吗？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更快的交通方式肯定会出现，但究竟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